补充维生素 D 啊，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事情。你比方说维生素 A 啦、维生素 C 啦、维生素 B 啦，那些都是底层的营养素，它是给你补充营养的。可是维生素 D 很不一样，很不一样，因为它是调控型的、信号型的。你看，维生素 A 有维生素 A 的作用，维生素 C 自己有自己的作用的，维生素 D 的作用起的是调控信号，它通知别人去干活的。维生素 D 自己不干活的这种属性啊，其实是一种激素的属性。所以补充维生素 D 呢，其实你是在调控一个系统，不是在补充一个营养。所以要完整的了解正确的方式去补充维生素 D， 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还有很多人说，补充维生素 D 会消耗你身体里面的镁，镁不够，维生素 D 就不能发生作用，等等等等的。我们今天来把它做一个完完整整的整理了。很多人补充维生素 D 感觉到没有效果，真正的问题往往不是出在 D 上面，是出在镁上面。更准确的来说，因为你是要拉高一个系统的，这个系统是要能够配套的。单独靠 D 它配套不完整啊，镁呢是很重要的完整的配套体系之一啊。镁为什么是维生素 D 的隐形的底座？实际上镁不仅仅是维生素 D 的隐形的底座，镁是我们身体几乎全部机能的隐形底座。举个例子来说啊，我们说我们身体细胞需要能量，能量叫做 ATP。我跟你说，我们真的要讲 ATP 的话，那完整的名字是镁 ATP。ATP 没有镁 ，ATP 没有能量的，没有镁的 ATP 里面是没有能量的，细胞是拿去没有用的。在能量的层级来说，没有镁 ATP 就不带电了。你想一想看镁的重要性，这镁的第一个最简单的层级啊，另外一个是转化层了。维生素 D 在我们的肝脏、我们的肾脏是依赖镁来转化的。然后还有一个信号层呢，我们细胞上面的维生素 D 的受体，这些受体本身它稳不稳定是需要镁的参与的，所以镁不是辅助哦，镁是跟 D 一起工作的，它是整个基础啊。那么为什么补充了维生素 D 以后，就感觉到好像缺镁变成一个真实的事情？实际上现在的人都缺镁，但是你补了维生素 D 以后，你缺镁的现象会更加的突出啊。原因是因为你补充了 D 以后，你的身体会吸收比较多的钙，这些钙的吸收被拉高了以后呢，镁呢就被大幅度的调动了，然后呢一起发挥作用的，需要消耗很多的镁。这个时候你身体里面镁的量可能就会跟不上了，会有感觉的，容易抽筋了，容易失眠了，容易睡不着觉了，容易便秘啊，等等等等的问题可能会发生的。所以很多人以为维生素 D 的副作用是我刚刚说的那些现象，其实是因为系统里面的资源不够分配啊。为什么现代人很容易在这个地方出现镁不足的现象？你不是补充维生素 D 以后镁才不足的，现在的人身体里面缺镁是大概率的。那原因是第一，土壤里面的矿物质枯竭；第二个，精加工食品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，胰岛素抵抗、高糖饮食、压力、运动、喝咖啡、喝茶、喝酒、吃药，都会带来镁的流失。整个这个时代的环境就是一个消耗镁的环境了，所以目前大面积的人类身体缺镁呢，其实是很普遍的，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。所以你要补充维生素 D， 你就要考虑如何补充镁的。传统补充镁的方式，其实你们可能听了很多人说，一会儿说舒糖酸镁，一会儿说柠檬酸镁，一会儿说甘氨酸镁。我告诉各位啊，这三种镁啊，它们都针对不同的系统的，它形式不一样，用途不一样。可是你想想看，麻不麻烦？你补充镁，你要为了照顾不同的系统，你什么时候吃这一种，你什么时候补充那一种，这个把一般的人搞晕了。我自己的方案比较简单啊，我的补充镁的方式呢是补充皮米镁啊，它把镁做成皮米级别的离子形态，理论上颗粒更小，更容易被吸收和进入细胞，所以它不是主打某一个系统，而是整体的补充镁。所以对维生素 D 来说也是一样的，你与其纠结配哪一种镁，不如先解决一个底层的问题，就是这个系统有没有足够的镁可以用。那么底座稳了，你的维生素 D 的很多的问题呢，它自动会消失的。所以这是我自己的补充方式，你们大家可以拿去做个参考。